这次大胖媳妇真的要瘦了，让我对外宣布，她马上就会变身成一个身材标准的媳妇，还问我们，那我标准了之后是不是得改名了呢？叫啥呢？大彪媳妇。你不敢相信吧？这是这个41岁的男人人生第一次真减肥，之前都是我逼着他减，他根本就不在乎。但近期他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这是第一次真心减了，医生也给他开了药，上周滋儿了他第一次，这一滋儿之后整个人变化可有点大，食欲减少挺多，他感觉这次是真要瘦了，于是他出现了一些减肥初期的症状：一、憧憬未来，盲目乐观。减肥第2天，马上为了激励自己，给自己买了2件 M 码的衣服，请注意他以前是XXXL。太大，他说他量了自己的维度，他的肩膀就是 M 的，很快就会穿 M 码了。这 M 号的我穿都小，你还买我的骨头小，你还买 M 号的？没有肉，我是像骨架。你要说骷髅，你还得穿 XS 的，XS 的，是太大的衣服，不要。太大不要。大胖媳妇说要把这些衣服捐给贫穷的地方，说早达还可以写封信一起带过去。你在写啥？我在写信。谁写呀？大伯说他的衣服要寄给很贫穷的地方，我可以给那里的小朋友写信。什么是贫穷？就是那种人吃不饱饭，喝不到干净的水，而且没有什么营养。那得多瘦啊！那该咋穿呀？我的妈呀，好大呀！哪天你应该学习姐姐，姐姐很善良，我也很善良啊。这我不善良，人家吃不饱饭，你不应该给他们一点饭吗？对，要我就寄过去点饺子。人家吃不饱饭，你给人家大衣服，你给人家写大信。我饿的时候穿XXXL圈圈干啥呀？谁不善良啊？到底？你别说啊，大胖媳妇做了这些，因为人确实瘦了，一天上称600回，而且秉承着他的3不原则：不拉坚决不上秤，湿发坚决不上秤，牙缝里有菜坚决不上秤。在3不原则的精准实施下，他到底减了多少呢？还挺惊人的。除了节食，当然我每天也得带他出去运动运动。我可得涂好我的秀丽可小银伞，高端产品，可以防强紫外线还持久，全天不用补涂，边防边护肤，护肤步骤省了，乳液质地清爽，洗脸就能卸。这个夏天不用担心晒黑了。大胖媳妇瘦了整整8两啊！但是20分钟一称，4个小时不掉秤，就去网上去搜，问自己是不是卡平台了？减肥3天卡40多回平台了。什么玩意是卡平台了，儿？什么意思啊？卡哪儿了？平台。卡哪个平台的？我也老卡。你看这儿给我卡的，我哭呢，我当时都没哭，我老卡平台。什么是平台？就是马路牙子。早说了，男子汉大丈夫啊！有卡平台这点小事就哭。什么今天？大胖媳妇一直苦闷自己卡平台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一起去录节目，温太医的扮演者张小龙老师也在，他就问我，为什么所有人都管这位老师叫温太医？什么是太医？我说太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人，于是他去求助了温太医。可以帮助我吗？你个胖我。大胖媳妇一看太医居然没招，不禁质疑，那皇上卡平台了，你咋办呢？没看过胖皇上，我看过胖皇上，没看过你这么胖的。我说你有病啊！他要真给皇上看过病，他怎么能活到现在呢？大胖媳妇说，那我寻思人家都给皇上看病了，那医术得多高明啊！那人横批是有招呗，横批是有招呗。爸，我追了，你是个好病。我爸被我老公气离家出走了，我爸出走，我老公也很委屈，他只是在努力的学东北话。今天下午拿铁在那吃零食，我爸就抢走了拿铁手里的零食，不让他吃。拿铁就跟他老嗷嗷喊，我爸就跟拿铁说，你一天你巴巴，你跟谁俩呢？我老公就问我，这是什么语种？俚语啊，俚语啊。我说这就是东北话。他说，哎，要不咋说你们东北话酷呢？就他的发音会让你很爽，巴巴跟谁俩？就特别铿锵那种感觉。然后呢，从字面和语法的角度来解读，又猜不出来啥意思。我说其实你说的对，就这句话其实从字面上它没有意义，它就是用于就很亲近的人之间。就比如我爸现在觉得拿铁的行为很好笑，那意思就是你可以停止了，不要再说了，没有用。他就记住了。然后晚上呢，我邀请了很多朋友来我家吃饭，我爸就说那晚上咱要吃火锅，中午咱们垫不垫？我说行。我老公又问了，什么叫垫不垫？我说就是吃的东西不能说有多好，但是能凑合充饥。他又记住了。结果晚上我这一群朋友都来了，我爸就开始招呼客人，我去端水果，摆了2大排呀。然后呢，这7、8个人就围坐在桌边，都搁那喝啤酒，也没人吃水果。我爸就着急，原来是吃水果，但我也不吃。你们家长应该也这样。我爸就怼我老公说，你让那个小周吃葡萄。我老公说，小周你能听着你说话？小周不就搁这坐着呢？再说他不吃就不吃。我爸说，那你是主人，你得招待。这葡萄，这有桃，那香蕉。这时我老公脑袋一痒，你别嘎巴了，跟谁俩？跟谁俩呢？哎呀妈！当时那一桌人就不夸张的说，当时的氛围就是空气都脆了，但是晚饭还要继续嘛。吃火锅的时候，我爸先涮了一盘肉，往出夹的时候，啪掉腿上。我老公嘴那个快，看着他老丈人腿上掉的肉，说下一波肉还没涮呢，那你先垫吧垫吧吧。我爸说你咋不垫吧呢？我老公说那肉掉你腿上了，我直接上你腿上垫吧去，怪不好意思的，怪不好意思的。我以为他也就是活学活用这俩词儿也就完事儿了，没想到啊，那大雷搁后边。
那火锅的肉呢，我们点的是外卖，然后这送来的牛肉呢，看着挺多，一整盒，实际上顶上就3片牛肉，底下全大白菜。我爸就说：“你看你非得点外卖，非得点外卖，那老贵，这几片牛肉啊！现在的外卖老板那都不是好饼。”我老公说：“主食咱点的是宽粉，哪有饼？”我爸说：“好饼，好饼就是好人，人就是饼，饼就是人。”过了一会儿，大伙儿都已经开始喝多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刚才呀，跟那老丈人俩说什么别叭叭的，跟谁俩呢？还让人垫吧垫吧，这些都非常不礼貌。你赶紧趁大伙儿都有点喝了，你去跟人道个歉吧。”我老公说：“啊，你给我点时间，我想想这个酒怎么提。”过了1分钟吧，我老公还学的敲敲桌子，来，我提一杯酒啊。爸爸，我觉得你特别的宽容，特别的友善。我觉得你是个好饼，是个好饼。我觉得你全家人都是好饼，爷爷奶奶是2个老好饼，你的女儿彩玲也是好饼。其实我也是个好饼，我只是一个中文不太好的好饼。I'm so sorry。哎呦我的妈！我爸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说你是咋活的呢？”我老公很困惑，我好像是那个跟成人大哥合照那个视频火的。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落加油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家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和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着啥玩意看着不丢？大胖媳妇还辩解呢，她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贾奥达和张拿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就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你少赔不输赔，你使远点，你这个丢赔，这个丢赔。结果我没想到张拿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你别老就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吵，红了都。你洗就赔，你洗就赔吧。你这个猪胚，你这个猪胚。